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富山海口碑崩盘，诚意演技台词双受挫，国产剧何时才能不糊弄观众？开播即扑富山海，还能更糊一点吗？诚意主演的富山海这2天可谓热闹非凡。不是因为剧火了，而是在争议声中一炮而红。海外评分才3.1，剧情魔改，画面像抠出来的，连服化道也惨不忍睹。据说诚意不仅在剧中手持原子神器剧本，还曾被捕捉到穿着拖鞋游山海。不少观众心态崩了，直接开启集体吐槽模式。诚意的粉丝显然咽不下这口气，反手就是反击。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们不但没有正面回应这些槽点，反而将吐槽网友一股脑的发配进肖战的粉集。人家肖战招你惹你了？吃瓜群众差点没笑出声。提到肖战，这里的对比更是耐人寻味。富山海开播前，许多粉丝翘首期盼，想要复制他主演的《藏海传》现象级的成功范本。作为上半年的剧王，《藏海传》不仅口碑炸裂，市场表现更是满堂彩。可惜诚意这次没能延续莲花楼的热度，营销铺天盖地不假，但结果却是一手好牌打成稀巴烂。第1集播出后，满是抠图痕迹的画面，粘稠的可以拉丝的台词，以及四不像的剧情，不少人连弹幕都懒得对，直接关了视频。如果说制作上的小家子气还可以怪预算，那诚意的台词功底真是让人无话可说。想听清楚他的台词，可能的开启外放再加字幕双保险，不然老大听成老登这种笑话分分钟能让你恍惚自己耳背了。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莲花楼里那几句经典的玉秋霜变玉秋霜王娘子成了玩娘子的脱口秀表演，让大家3天打鱼2天晒网的乐呵了好久。没想到富山海还能再创巅峰，连拿着剧本拍戏都能理直气壮地剪进正片，网友一看此景简直要吐血。更令人五味杂陈的是，诚意出道15年，参演过无数作品，近几年又因为琉璃这样的高热剧成为男主，但却始终没摆脱台词被群嘲的命运。当年琉璃的司凤用的是知名配音演员张杰的声音，这位老师可是为陆毅、周生辰等角色粉饰加冕的金嗓子，一开口就让观众沦陷。反观诚意这次的原声路数，再怎么深情，词巴般的台词表达能力也是硬伤。其实台词这道关卡上，不止诚意栽跟头，和他同属欢瑞的任嘉伦就是个在这方面频频翻车的案例。不论是现代剧中的现代喘，还是古装剧中的断句怪，任嘉伦的原声一直充满争议。这也说明，无论观众有多包容，声、台、形、表终究是演员的基本素养。如果原声不过关，哪怕颜值和演技再高，都很难让角色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而一部剧让观众早早出戏，这显然是对演员的一种风险提示。让人诧异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诚意的团队和粉丝竟然不思整改，还始终热衷于蹭肖战。先不论两人咖位的差距，单看富山海和藏海传呈现的品质与用心程度，能被摆在一起讨论，本身就有些荒诞。肖战早年台词不清楚被群嘲，后来咬牙苦练变成了原声表演的加分项，诚意却在翻车中一路开挂，不进反退。这是一个标准范例，努力是用来缩小差距的，而不是原地停滞。观众不再吃烂剧草，是这几年国产影视陡然内卷的主要原因。去年县委大院这样的现实题材佳作火爆出圈，今年藏海传这样的大 IP 配置也票房与口碑双丰收，说明耐心雕琢的作品永远不会被辜负。而像富山海这种顶着高期待赔本赚吆喝的套路，却终究逃不过观众用脚投票。因此，演员也好，
行业内的工作人员也罢，还是早点觉悟，别再糊弄天真热情去追剧打榜的粉丝了。如若我们允许短视频思维侵吞每一部剧，那下一部抠图剪辑的大片会不会直接告诉我们，剧本都发了，能不能给观众配个大脑补补画面？傅山海口碑崩盘，诚意演技台词双受挫，国产剧何时才能不糊弄观众？近年来，国产剧市场进入狂飙状态，观众审美提升，精品意识增强，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烂片也在以更快的速度被淘汰。傅山海正是其中的鲜活案例。本应承载期待的他，却以令人瞠目的低开低走，迅速成为全网群嘲对象。开播即崩，制作槽点不断。傅山海刚上线，本应凭借奇幻题材与主演热度引爆讨论，结果却成了反面教材。海外评分3.1，剧情魔改，特效抠图痕迹明显，服化道更是向网游换装。不少观众调侃，诚意拿着剧本上阵，穿拖鞋逛山海，这种细节被正式放进正片，简直是对观众不尊重。原本应该沉浸的世界观，被廉价的布景和剪辑感瞬间拉垮。台词在翻车，演技难自圆其说。诚意的台词问题早已不是秘密，从琉璃到莲花楼，观众对他胡音含混的吐槽层出不穷。傅山海中依旧延续这一弊病，甚至有观众调侃，不开字幕根本听不懂他说啥。台词清晰度本是演员的基本功，诚意出道15年，却始终没跨过这道坎。相比之下，肖战曾因吐字不清被质疑，后来努力练习，以把原声表演变为亮点，差距一目了然。粉丝护主心切，却用错了力气。有趣的是，傅山海口碑崩盘后，诚意粉丝没有直面作品问题，反而把矛头指向肖战粉籍，制造无谓对立。实际上，观众的失望并非源于谁家流量，而是对剧作水准的普遍不满。对比《藏海传》的精良与爆款效应，再看傅山海的敷衍，自然会生出强烈落差。观众笑归笑，但更多的是愤怒与无奈。为何制作方总是轻视基本质量？演员与剧组该正视的问题。国产剧市场从来不缺好演员和好题材，现伟大院《藏海传》的成功已证明，只要认真打磨，观众一定买账。但像傅山海这样在演技、特效、剧情上同时掉链子的作品，却透出行业的浮躁。演员缺乏基本功训练，剧组过于依赖后期和粉丝流量，这种糊弄式生产注定走不远。观众的选择与行业的警钟。过去观众或许会宽容，但今天的观众不再愿意浪费时间在劣质作品上。评分体系、弹幕评论、社交平台的集体吐槽，都在传递一个信号：市场需要精品，不再接受流水线大烂片。傅山海的崩盘不是偶然，而是整个行业急功近利的缩影。演员若不补齐台词与演技短板，剧组若不在制作上下功夫，国产剧永远难以摆脱口碑两极的宿命。唯有尊重观众、尊重艺术，才能真正迎来国产剧的黄金时代。